大家好，欢迎收看小李谈投资的另一集。分析市场结构对于新交易者和专业交易者都很重要，因为它可以揭示当前趋势、潜在反转点和整体市场状况。在本视频中，我们将教您如何像专业交易者一样阅读图表。我们将解释有关如何阅读市场结构并找到其方向的基本和聪明金钱概念。在我们开始之前，什么是市场结构？当我们讨论市场结构时，我们讨论价格波动的高点和低点，以及市场先前表现出的反应区域。我们认为所有这些项目都是市场结构。让我向您展示有关 ICT 市场结构的一些基本概念。如您所知，在理想的上升趋势中，市场不断创造更高的高点和更高的低点。每当市场向上突破更高的高点时，我们称之为结构破坏。这表明市场希望继续朝相同的看涨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如果市场向下突破更高的低点，我们称之为市场惯性改变，它预示着可能的趋势改变。所以这里有一个关键点，有效的结构破坏是蜡烛影线高于更高的高点，并且创造需求区域，创造有效的交易机会。但对于市场惯性改变，它需要突破并收于更低的低点下方来确认这一点。否则，我们认为这个市场仍然看涨。但市场几乎没有如此明显的变化。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波段中哪些是有效的，并被视为市场惯性改变？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确定我们的波段低点。在看涨情况下，两个连续高点之间的最低点被识别为波段低点。这里我们有两个连续的高点，所以这两个之间的最低点是我们的波动低点。只要价格保持在这个水平之上，它就代表上升，我们只寻找买入机会。我们需要的特征给有效的市场惯性改变是要有一根蜡烛在下方突破并收盘。我们有另一个结构破坏，通过这一举动，两个连续高点之间的最低点被确定为低点。我们再次出现两个连续高点和一个波动低点。请记住，同样的概念也适用于看跌情况。现在又来了一个问题。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说市场惯性改变会扭转趋势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您需要了解市场的分型性质。想象一下，在4个小时的时间范围内，我们有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并出现了一系列的波动和回调动作。市场不断创造新的高点，并尊重更高的低点。在完美的情况下，如果您放大1小时的时间范围，您会发现这个4小时的波动有很多上升回撤的走势组成和尊重更高的低点。但在不完美的情况下，价格会在推动上涨并形成更高高点之前创造假突破。当交易者看到这些假突破时，他们认为价格将会反转，他们会在供应区做空并被止损。因此，如果您对市场结构有深入的了解，您就会意识到，由于较高的时间框架是看涨的，您会找一个订单块并跟随主导趋势。欧元美元1分钟图，我们看到的有上升和回调，但如果我们缩小到5分钟，我们只能看到下跌、回调和下跌。所以在1分钟和5分钟方向相同的区域，我们交易就会变得更有意义。既然我们解释了有关市场结构的一些基本概念，让我们进入高级阶段。在讨论 ICT 概念市场结构时，关键在于谁在控制之中，供给或需求。但关键是，有效的供需区域具有3个标准，因此这些有效水平的缓解或突破，使我们能够识别市场方向。有效区域的第1个标准是它必须存在不平衡。不平衡仅仅意味着买家和卖家之间缺乏比例，从而导致市场出现大幅波动。有效区的第2个特征是它必须打破结构或市场惯性改变。第3个特征是它必须是未缓解的。供需区是一次性使用的，因此如果该区域已缓解，将不再被考虑。对我们来说，有效的区域，如果一个区域缺乏这些标准，它将不会被视为有效的供应或需求。现在让我向您展示一些常见的 ICT 市场结构模式，以及当它们发生时，我们如何处理它们的图表。第1种模式称为市场翻转，这种模式发生在当趋势耗尽时，会导致方向变化。我们有一个有效的需求区域，具有结构破坏和不平衡，市场缓解了这水平，但未能创造更高的高点，显示动能损失，这最终导致市场惯性改变并留下完美的交易机会。因此，一旦价格进入供应区域，我们就会做空，并瞄准下一个未缓解的需求水平。在英镑美元方面，
我们有明显的上升趋势，直到市场到达这个有效的需求区域，造成了不平衡和结构破坏，市场缓解了这一水平，但未能创造新的更高高点并最终突破，所以这是一个有效的市场惯性改变，并留下了一个完美的供应区。因此，如果价格达到此订单块，我们可以做空，而我们的长期目标将是市场前面的下一个未被缓解需求区。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常见的流动性攫取模式。这种模式发生在大多数交易者将假视为市场惯性改变，并且在达到有效的供给或需求区域时，市场继续朝同一方向推动。我们有一个有效的突破结构，但没有不平衡。但向左看，我们有一个完美的未缓解的需求区域，结构被打破和出现不平衡。因此，如果市场突破这个水平，我们不会将其视为市场惯性改变，而是在该区域寻找买入机会。在新西兰对美元上，我们有连续更高的高点和更高的低点。虽然这个需求水平打破了上行结构，但它没有出现不平衡，因此它不是一个有效的需求区域。另一方面，当我们向左看时，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完美的区域有不平衡，造成了极端的需求水平。因此，这种性质的场惯性改变对我们来说是无效的。这一举动很有可能成为流动性抢夺的机会，因此我们将把我们的买入订单放在订单块上方的价差上，并瞄准下一个市场水平结构。请记住，这些设置具有很大的风险回报率，即使胜率低于50%，您最终也会盈利。但强烈建议您推高止损。我希望它能改善您对市场结构的分析。希望这个视频对您有一些价值。如果有，请给这个视频点赞。如果还没有订阅，请订阅。下一集见。